你知道十恶不赦到底是哪十恶吗？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，到死都不能宽恕呢？他可是明码标价的大死罪，犯了这10宗罪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没法赦免。十恶的说法最早源于南北朝北齐律里的重罪10条，隋朝时才正式定名为十恶。唐朝唐律疏仪细化规则后，便一直用到清朝。十恶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是十恶不赦。古代贵族官员有8亿之多，犯了罪能一亲一公减免刑罚，但只要沾了十恶，8亿直接失效。犯十恶的人不一定个个当场斩首，但全都逃不过最重的惩罚，要么死，要么生不如死，而且永世不得翻身。位于十恶之首的是谋反，也就是企图推翻朝廷，自己当皇帝。明朝燕王朱棣起兵夺了皇位，大儒方孝孺拒绝起草登基诏书，当面痛骂朱棣。在朱棣眼里，方孝孺抗拒新政权就是谋反。一怒之下，朱棣打破了诛9族的上限，把方孝孺的朋友和学生算作第10族，一共斩杀了873人。谋反在古代没有轻重之分，只要沾边就是满门覆灭的下场。排在第2的是谋大逆，这不是造反，而是毁坏皇帝的宗庙、陵墓或者宫殿。这些建筑是皇权的象征，动他们就是在刨皇家的根，毁王朝的气运。明宣宗时，百姓刘通因为对朝廷不满，带人潜入皇陵，想要破坏先帝的陵寝，以此来泄愤，诅咒皇室。案发后，刘通等人全部被凌迟处死，家族连坐，亲属要么斩首，要么发配为奴。谁敢动皇家的建筑和祖坟，皇帝就让谁断子绝孙，死无全尸。第3恶是谋叛，说白了就是背叛朝廷，投奔敌国。明朝嘉靖年间，白莲教首领赵全裹挟教众投奔蒙古我达汗，还引导敌军屡次侵扰边关。后来赵全被移交明朝，按律以谋叛罪凌迟处死，同党全部斩首，家属流放千里，家产尽数抄没。第4恶是恶逆，指殴打、谋杀父母、祖父母等尊长。古人讲百善孝为先，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敢杀害，天下秩序便无从谈起。北宋时，官宦子弟陈世儒和妻子合谋毒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，按律就是恶逆大罪，最终2人都被凌迟处死，动手的婢女也一同被杀。在古代，残害至亲绝无生路，必定会受极刑。第5恶就是不道，这不是不讲道理，而是手段残忍，灭绝人性。杀一家无罪3口人，肢解尸体，用蛊毒害人，都属于不道。隋朝时期，独孤皇后的异母弟弟独孤陀为了贪图钱财，利用一种邪术诅咒皇后。这种用阴险手段害人的行为，在古代律法中一律重判，轻则流放，重则绞刑，绝不姑息。第6恶是大不敬，冒犯皇帝尊严都算这一条。偷一件皇家祭祀的杯子，对皇帝使者无礼，伪造玉玺，全是大不敬。为帝王配药出错，做饭违反10禁，造的车马船只不牢固，同样是大不敬。明朝有个小官偷了祭天的金杯，价值不算天价，但罪名是大不敬，直接被判斩立决，家产抄没，家人流放。冒犯皇帝的威严和玩命没区别。第7恶是不孝。今天不孝顺顶多被指责，在古代却是死罪。父母活着的时候私自存钱分家，或者父母死后不守孝，反而去结婚作乐，都是重罪。唐代曾有一名官员得知父亲病故，为了保住刚升迁的官位，竟然密不发丧，照常宴饮作乐，结果被同僚告发，按不孝罪论处，不仅丢了官，还被流放千里。这种逆丧求官的行为，在当时被视为禽兽不如。第8恶是不睦，也就是家族内部的互相残杀，或者晚辈控告长辈。今天我们鼓励大义灭亲，但在唐律里，如果儿子把父母告上法庭，就算父母真的犯了死罪，县太爷在核实之后，也会依法把这个举报父母的儿子拉出去绞死。为了维护家族长幼尊卑，法律会用死亡来惩罚告亲的人。不过这里有个例外，如果父母犯的是谋反大逆，儿子去举报，不仅不判死刑，还有奖。因为在古代，对皇帝的忠高于对父母的孝。第9恶是不义，主要是指杀害自己的长官、恩师，或者丈夫死后还没出殡，妻子就改嫁。三国时期的吕布先杀对自己有恩的丁原，后杀提拔自己的董卓。吕布的行为如果放在隋唐，就是典型的不义之罪，背叛恩主在法理上属于死罪，不仅处死，还要被社会永久唾弃。第10恶是内乱，
颇致严重的乱伦行为。唐玄宗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，这在当时是实打实的内乱重罪。为了堵住天下人的嘴，唐玄宗只能先强令杨玉环出家当道士，宣称他断绝了尘世关系。过了几年，才给他换了个身份，接近宫里。连高高在上的天子犯了伦理大罪，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局掩饰。普通人若犯内乱与近亲属乱伦，按唐宋明律法，重者处以绞刑，即便是轻微情节，也要流放2000里，还有可能面临被家族除名的惩罚。老祖宗定下十恶不赦，从不是为了苛责，而是在明确底线，对国家要忠，对父母要孝，对社会要义。读懂了十恶，就读懂了古人的生存逻辑，也更能明白哪些底线无论何时都不能丢。